请军区正参谋长做战前动员。同志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年了，有没有人能够回答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54年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多少场战争？报告，117场。共和国成立前，同样是54年，大大小小100多场战争，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。甚至，我们祖国的半壁江山，曾经落入了侵略者的魔掌，遭到了侵略者的残酷的践踏。这段历史，并不遥远。还说54年，有没有人能够回答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4年之后，世界上共发生了多少次战争？报告，206场。政治领袖人物和历史学家们说，二战之后，世界进入了冷战。那这206场战争算什么？这54年中，被战争颠覆掉的国家有多少？在战争中丧失主权的国家有多少？因为战败而导致历史倒退几十年的国家有多少？在战争中伤亡的人员和破损的家庭有多少？他们被改变了命运的子子孙孙们有多少？这还是冷战吗？有的同志说，我们是一支多年不打仗的军队，这话说得对，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了，我们的军队强大了，我们不是好战分子，从来没有，也绝不会侵略他人，所以，我们离战争相对的远。我希望这个多年成为永远。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颗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。但是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你们也知道，战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，中华民族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伟业之中。我们这支军队，不是为了54年的和平而建立的，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永久的和平而建立的。同志们，天下虽安，望战必危。作为军人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向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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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前！我们预备落下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为祖人民的辉煌。我们预备作战去打，我们是我们面对的勇气，我们是人民各位首长，翘头岛到了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是现地的北方。翘头岛陆地面积2.6平方公里，西北两侧为悬崖峭壁，主峰125米，东侧全部都为礁石，海上暗礁众多，浪涌较大。岛岸线为陡岩岸，且较为曲折，也无法靠岸。南侧建有码头，有100米左右的滩涂地带，船都是在那儿靠岸。西北方悬崖下为面积0.6平方公里的常绿阔叶林地带，植被情况较好。植被再好，能躲猫猫，能抡开打吗？巴掌哪个地方？3次冲锋拿下。
检查一下信号，问问演习导演部那边图像清不清晰。通知导教员进入红蓝两军指挥所对接指挥员。是。你好，这是无人机对翘头岛实施的侦察航拍资料。看来蓝军在岛上没少下手脚。你是指地下工事？他们带走了2天的给养物资，大部分是压缩饼干和罐头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给观察组准备了一些肉类、零食、蔬菜。你好，观察组上岛了，首长让你跑步报道。还跑过去报道？他们是观察组，不是指挥部。告诉他们，我忙着呢。观察组在暗炮阵地视察，要我们挪阵地。我就知道，不能让他们闲着，一闲下来准没好事。报告，发现观察组。你们有没有脑子啊？把暗炮阵地放在这儿，第一波次火力打击就把你们干掉了。马上撤下来，挪地方。各位首长，首长，住宿地方已经准备好了，首长去休息一下吧。首长不去，操心我们暗炮阵地设置的不是地方。啊，蓝队长，暗炮阵地设置在这儿啊，视野挺好的。再说，不是说好不插手吗？说好算数啊。高粱，走。炮阵地就戳在这儿了。是，不插手，权力交给你，你就这么用的啊？别说是48小时，就是48分钟，你也坚持不住。蓝队长，暗炮阵地设置在这儿确实是显眼，但是我也设置了强大的保险措施，我敢保证，红军一指头都不敢动这个地方。高粱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参谋长，照理说你是观察组的人，按照演习规则，我不能向你们透露细节，但是我就直说了，各位首长的观察哨就在这后面，离这儿不足100米。我在这儿设置炮兵阵地，我借孤雁10个胆子，也不敢炸。你是想用观察组来当盾牌是吧？你别忘了，现在虽然是激光模拟对抗系统，但是烟火一样是可以伤人的。你把这么多首长置身在这危险的境地，万一出事了，谁负责？秦大队长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啊！最重要的，你们是作弊呀！老李，作弊不至于吧？老秦，你别打哈哈。高粱，我问你，你还有没有一点真干爱兵的样子？30分钟之内后撤300米，这是命令。大队长，高粱，这炮阵地不动了？首长，不动了，真的不动了？真不动了。那就不改吧。首长，我看炮阵地放在这儿也挺好的，啊，你们让人家自己去指挥，不要插手。啊，你就忙你的。首长，您这可是再次承诺我了，我是岛上的唯一指挥官，任何事务观察组不再插手了。说出去的话能收回来吗？岛上的一切指令，都从你的嘴里发出，你不用管我们啊，把吃的喝的送到观察组的营地去，打你的仗去吧。是，谢首长。首长，这边请。首长，这安全问题可是个大事儿啊！就这么撒手不管了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不出事儿，怎么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？天天把安全挂在嘴边，那还搞什么军事训练啊？还谈什么强军啊？可是这个可是什么？秦汉勇，你以为高粱说的话是真的？他要把咱们当成炮灰啊？他敢吗？可是刚才别可是了，这么多人没一个人看出来，上去摸摸，摸摸那炮管子上的油，这是炮吗？这是伪装的，这是伪装阵地。高粱的炮阵地根本就不在这儿，一群校官在这装教授训人，
高粱这第一步分儿就拿到手了。这17个岛民目标，至少有一半是假的。他这是在糊弄我们。重点不在已知目标上。高粱不是厨子，不会把火力点放到明处让我们搞掉。现在得想办法弄清他的真实部署，不然扑到岛上肯定会吃亏。蓝军的协同作战部署情况怎么样了？情报都采集回来了，正在制定防御作战计划。防御，身份弄清楚了，攻的是我们，守的是他。枪响的第一声，我就要他特大知道，什么是坐以待毙，什么叫挨打。哎，我在火旗的啊！哎呦，你不是耍赖皮吗？这不是？不是耍赖皮啊！你们已经干上了。来，你们鸿雁嫂子还有福利呢。来，尝尝。哎，首长，你说这个导演部也真是的，这么多首长在，也不知道安排2个工勤人员，还得自个儿跑腿。是。来，接着下，接着来。走。红蓝军指挥部，我是总导演何志刚，请红蓝军双方指挥员核准时间，现在是15日23时58分，2分钟后演习开始。重复一遍。导演部不再另行通知，2分钟后演习自行开始。好戏开场了。除了防空哨，还有观察哨，其余所有人进入地堡，让他们把耳朵堵起来，好好睡一会儿。观察组怎么办？观察组不是爱看热闹吗？让他们待那儿，听听大炮的动静吧。通知演习导演部，告诉他们，观察组周围100米没有我的火力点，只要有1颗炮弹从那儿发出来，算我输。明白？你去看看防空哨，我去接客人。好。37秒后实施电磁压制，屏蔽掉翘头岛礁方圆3海里以内一切电子信号，开通高频电台。是。32秒后实施0号减除行动。是。1点整，海豚突击队出发。是。参谋长，雄鹰小分队就交给你了，千万别闪失了。放心吧。检参谋，到！通知部队加强防御，按照演习预案进入防御位置。演习已经开始了，打开高频电台，联系友邻部队，让他们通报情况。是。派2个水性好的，分别去虎头礁跟星葵礁，告诉宗辉和王毅，可能天亮之后，他们就会和我部失去联系。从现在开始，自主行动，派出去的人不必返回。是。报告，红军动用了短程地地3导弹，打击方向没有上报。顾爷爷想干什么呀？他不会想着一下就把桥头岛炸平，天亮之前就能登岛了吧？报告，有消息了，蓝军 B2目标和 B3目标同时遭到导弹攻击。什么？海豚突击队开始行动。雄鹰分队行动。
置动力翼。打了他！你小子这次算幸运的了啊！一共俘了多少人？报告，25人。你是干部，说说攻击目的。团长，除掉敌指挥所。如果失手了呢？打掉防空哨，关下哨。你们的任务结束了，每人给换身干衣服，发点热水。能做突击队员的没孬种，必须优待。报告1号，海豚突击队登岛失败，突袭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。报告损失3艘橡皮艇全部沉没，被俘25人。确定25人？确定。雄鹰情况3架动力三角翼，2架中弹退出战斗，1架破障在翘头岛主峰附近。获降的是谁？翼王刀小辉。向演习导演部报告，红军第1次突击行动失败。1号，这次行动就这样报告。是。导演部说的明明白白，敌方突击队打死1个，俘虏25个，3架动力三角翼，打折2架，1架挂在悬崖上。什么臭水平啊！我说你们不该操心的地方瞎操心，就算指挥权在你们手里又能怎么样？不就那3板斧吗？傻蛋对傻蛋，能打出什么花样来？我说首长，您这打击的也太狠了。那照您这么说，咱们军称为军需主力，那是白给的，没您说那么不羁，是吧？这我也想过，军队要想有大的发展，就要大胆改革，就是得让年轻人拿到指挥权，说不上他们能打出几套新的战法。这小子破晓在这儿，肯定是有伤了，老部员。分散搜索。打下了2架动力三角翼，是单人单机，飞行员已经被抓到了。他们的任务是观察红方突击队的战况，并实时向红方指挥所汇报。需要3架观察机。首次打击就是突袭，对战役的意义重大。我们是没有动主力，真要是动了，那3架万一跑了1架，咱们岛上的兵力部署情况就被他们知道了。我觉得不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儿？偷袭肯定是选一个防备比较松懈的时间，可导演组说的时间刚一到，他就开始偷袭。我们岛上手机那么多，还布着重武器，他们一共就来26个人，这不明摆着送死吗？你要这么说，确实是有点问题。龟野这小子搞什么猫腻啊？打下来那2架三角翼在你手里，迫降那架拉烟了吗？没有。他能作战？没拉烟，所以他是故意迫降的。赶紧联系老牛，一定把三角翼控制住。走。老牛被抓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家伙躲在暗处，把老牛给拍晕了，然后拖上了动力三角翼，飞了。一个折了翅膀的鸟，从你们一帮特种兵手里把老牛给我抓走了是吗？那个地方地形特别险峻，滑翔翼根本不可能平安降落，可它愣是迫降了。看清飞行员了吗？没有，但我猜
应该是他们以往刀小辉干的。老宁拉烟了吗？退出了还是被俘了？被俘。你这给他打下来，不管生死。以后演习导演部来电，我们的机场、陆基导弹阵地和海上支援船只同时遭到红方的导弹打击。你再说一遍。演习导演部说，我们的空中、陆地、海上支援保障力量全部被打掉了。机场被炸，炮阵地被端了，牛满仓还被俘了。别吵吵，战况还在通报。惨呐！什么情况？通报一下。报告师长，敌方导航塔、跑道、油库全部战机，无一幸免。漂亮！哎呀，这个顾一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小子太不讲情面了。这小子有两下子。来，给我。哎，师长。叫总导演，我要和他通话。1号，3艘运输艇已经落到我们手上，蓝军的暗炮阵地也被全部清除。还有，我们破译了蓝军的报复代码，按此代码，我们可以向蓝军友邻发报一切正常信号。向演习导演部上报1号战况，通知部队准备发起进攻。也就是说，在剩下的时间里，高粱没有陆基炮火支持，没有空中支持，也没有海上支持，也没有补充给养线了。那蓝军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支援和保障力量。导演部设想过这种情况吗？我们设想过演习首轮的电子作战、炮火奇袭、岛封锁和控制，还有岛面定点火力清除，然后再展开演习。但是没有想到，红军一开始就把导弹波次几乎全用在首轮打击上。这是一次赌博，如果蓝军扛不住这次攻击，红军必败无疑。但不得不说，红军赌赢了。首长，翘头岛已经是一座孤岛，这场仗打不了48小时。我知道了，继续吧，我们观察组不掺和。不是首长，机场不在演习区内，他故意也凭什么打到演习区之外去了？导演部能允许这么做吗？老邢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机场是不是你们的支援力量啊？导演部当然得判断攻击有效啊。哎呀，忙活了半个月呀，不到2小时解决问题了。我说你们特大怎么回事啊？故意也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！接下来的仗怎么打？红军真正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通知部队，进入战斗准备。通知2个导弹连立刻撤回地下工事，防化和工兵分队向前配置，充实码头阵地，连接滩头水雷。通知狙击手进入阵地。是。还有，通知所有部队，从现在开始，把对红军的称呼给我改为敌人。这不是一场演习，这是作战。特种兵们，我们没有一切协同，我们失去了所有友邻。翘头岛现在是一座孤岛，守在岛上的只有我们。兄弟们，你们成为真正特种兵的时候到了。怎么样？没抢上去吗？蓝军防守的很严密，码头方向和滩头水域布置了大量的水雷，攻击部队基本暴露在岛上的重火力覆盖范围内，丢了50多个人，7艘冲锋艇，2辆联系坦克。上报导演部，让他们派交通艇过来，把红方的俘虏都给我带走。是。教导员，有几名伤员？伤了
严重的话让卫生员给包扎一下，包扎好了，所有的俘虏一律抹上面粉，伤了的也得抹，一个不能落。告诉他们3天不许洗，这是他们234师宋师长下的命令。是。别停下来，立刻发起第2轮进攻，一定要开辟出2条探索通路。太阳落山前，一定要攻上岛圈。是。王家，啊，水雷重新布置上了，弹药也补充了。干得好，顾骡子消停不了，他很快就要发起下一轮进攻。老罗，48个小时，坚持得住吗？告诉他们，从现在起，抓到战俘，不再抹面粉了。为什么？别啰嗦了，我去看看观察组。哎呀妈呀，老顾啊，好久不见啊！干啥呀？想从我这儿掏钱包啊？6年前，我和高粱在委内瑞拉的猎人集训学校，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？那可不就是2个特别厉害的人，在一所特别厉害的学校里边，干了一件非常特别厉害的事儿呗，就跟你们俩当年炸铁轨似的，是吧？30多项科目集训，淘汰率高达80%，但我们俩却以总分第1和第3的成绩毕业了。那要不这样，你上点手段让我体验一下，有啥套餐，是吧？猎人学校啥样？你不用为缺了这一节课而感到遗憾。作为老战友，我会把这节课给你补上的。在演习结束的这段时间里，你会接受来自猎人学校的险重科目训练，比如说反战俘训练。哎，哦，顾爷，滚！老顾，该，啊，这，来，哎，老顾爷，你干什么？1号，陈东林一弄下来就让他吃了苦头，他人挺犟的，不会招。他要是招了的话，就离转业不远了。实战演习嘛，就要有实战的样子。刀小薇，我不指望他招，但我要他绷着，绷得越紧越好。是。下手轻点啊，别弄出内伤了。他媳妇儿要是跟他闹离婚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对呀，你说我怎么就带出你这么个窝囊废来了呢？啊，加油，有完没完了？要总结，等演习结束以后，回去再总结，也不分个场合。首长在这儿呢，你看不出700团的打法呀？啊，他们那是连续进攻，后面排着队等着你，不会让你睡大觉的。你就不能打活一点吗？你把那些家当都埋在土里干什么？孵鸟蛋啊！你就不能组织一个反进攻，把他们拉到岛礁外面去啊？等着别人抓你的鳖啊！大队长，我指挥你指挥啊！你加油！来向观察组汇报来了。首长，现在这个叫……哦，对，改个说法，向观察组通报情况来了。是。说，我向观察组的各位首长通报一声，希望观察组的各位首长能节约用水和食物。我的兵这来来回回的，你们这搞得影响太差了。
我第一次参加演习就当了俘虏，以后复员了怎么跟别人说？丢人呐，太丢人了！一点都不丢人。且不说这只是个训练科目，我们还完成了任务，把小英带进了这里。我们是红军的英雄。一群傻子！是真的。红军是真邪乎啊！一上午冲了3次，真不怕这手。减员统计出来没有？减员72个，一半丢在滩涂阵地，一半是被敌人海上火力打掉的。真是下了血本来打我呀！全岛搜了个遍，连个鬼影都没看见，俘虏的口供可能有误。有艘渔船说因为机械故障，请求靠岸。不是说好了封海封空吗？哪来的渔船？告诉他们禁止停靠。已经靠岸了，是观察组下的命令。这帮老头子，不是说好不插手演习的吗？谁让船靠岸的？谁下命令了？周亮，老乡的渔船在海上遇着浪涌了，渔船失去了动力，随风飘到这儿了。你不让人上岛，还往海里赶呢？再说了，这个军民鱼水情可是咱部队的好传统啊，他们不能为了一个演习把军民关系给破坏了。我现在管不了传统，我现在打仗呢。我说老秦，看到没有？你们特大呀，这当兵当的都忘了这军装是替谁穿的了。哎，行了，咱不管这事儿。哎呀，让他们下船。下球场打仗呢？行了，老宋说的没错，你打仗为啥呀？不就为老百姓吗？再说了，这就是个演习，别真把军民关系给搞坏了。行了，我们下船。乡亲们，下船喽！来喽！这下船喽！解放给兄弟，有茅坑不咯？我想他爸爸哟。有钱都没有，那点青菜噻。屋里手上只有米米，解放军不给我们一点吗？你给我装什么懂了呢？给我逮起来！报告！报告各位首长，我请求观察组立刻下岛。高亮，别闹情绪。不下也行，我通知严指，蓝军认输投降，打不了了。高亮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了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说好只会前下放，下放在哪儿了？一次一次下命令，改变我的计划，突破演习规则，我怎么打？高亮，渔民上岛的事儿，算是我们观察组失误啊，下不为例。对。首长爱民，讲原则，就算我们兵全部战败战死了，也得有一块给百姓的立锥之地，是吧？这话没错啊，是没毛病。但那是渔民吗？你见过一船20多岁年轻小伙子，黑色小平头，一张嘴全是四川话、湖南话的渔民吗？那四川、湖南有海吗？那就是红军派过来扰乱我岛上防御体系的，给我增加平民报复的，消耗我岛上粮食跟淡水的，傻子都看出来了。这些我都能对付，可要是红军再加上观察组继续捣乱，这个仗我没法打。职权不分，这是我们观察组的失误，也是我的失误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。首长，我能大声说句话吗？说吧。你们拿什么保证？我的兵在这拼了命的守岛，你们在这又吃又喝，指手画脚，乱下命令，你们怎么改？我怎么相信？高亮，你打个演习不知道自己是谁啊？那个高亮，秃噜嘴了是吧？秃噜嘴了。
高粱，我不说你也清楚，演习的意义不光在基层部队，也在指挥系统的有效运作。观察组不能下岛，你说吧，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我们？观察组转换身份。怎么转变身份？人质。我说你的脑子是不是让门给挤了？报告。一号5海里面发现3艘渔船，他们发出求救信号，说船遇到问题，要求登岛。看没看见？又来了。告诉他们，立刻掉头。如果敢继续驶进小岛岛，向船头50米处发射空爆弹，绝对不允许渔船登岛。是。李胜兵，这还是你们麒麟兵团吗？有完没完了？1而再再而三的玩这种卑鄙手段，你们干脆改于为一得了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是麒麟团的呀？好，就算是，怎么了？兵不厌诈，错了吗？潘首长，那要这样，高粱这仗真没法打了。错的不在于交战的双方，而在于他们的首脑机关。通知演习导演部，就说是我的意见，啊，观察组转换身份，作为人质留在岛上。不是，参谋长，那作为人质，没有任何权利指手画脚，但是我们要保留观察演习的权利。可以。来人。要有战。从现在开始，观察组的身份转换成人质，把他们带去地堡关起来。高粱，这就没必要了吧？首长们，我说了，观察组只是转换身份，我们有观察演习的权利。你们选出一个代表，我跟代表直接沟通，这次演习的每一个环节跟细节，我都会上报上去。带走。首长们，请吧。走吧。首长们，对不起了，为了演习，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。渔民分队情况怎么样？登岛后4个小时就被赶下岛了。蓝军给他们装满了水柜，还给了2天的粮食。另外3艘船没能上岛。这大白天的，我就没有指望他们能够登岛成功。这样，凌晨1点，再送一船人上岛，告诉船上的所有人，如果蓝军不让登岛，就弃船游上岛。红军严正违反演习规则，你们导演部管不管？让平民进入战场，确实有违我军的做法。但是呢，未来的战争是复杂的，导演部认为有效。行，观察组怎么处理？按首长意思办。导演部同意将观察组转为人质。导演部会将这一信息通报给红军方面。导演部将上岛者的身份确认为渔民，但是他们的船却是抛锚了。抢修需要一段时间，你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，给予必要的补给。无耻！这战争中的节操啊，没那么好坚守。故意也玩平民参战，可他高粱呢，不也把首长逼成了人质？以我对高粱的了解，我敢保证，他跟首长玩的是苦肉计。也难怪，这场仗甭管是谁输谁赢，收获最大的都是我们 A 军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2颗苦胆，1堆经验，够我们忙完下半年的。报告，总导演，红军向翘头岛发动了第4次攻击。又退回来了，还是没能登上岛去。滩头残余障碍清除干净了吗？开辟了几条通路。海上的拔掉了一半，但那没用。我们的人一退，他们就把缺口补上了。
他们还有多少水雷没有用完？这小子肯定是打假仗了，不过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，丢了不少人。现在天还亮着，我们要不要趁天黑之前再组织一次冲锋？不用了，磨了他们1天的时间，小营已经具备条件了。通知支援炮兵，让他们抓紧时间补充弹药，把精力都留到明天。通知部队休整一下，明天准备上岛捉王八。是。所以现在是不分胜负。报告，迎接。首长，山网2号科研小组将攻到了。快进来。首长好。终于来了。本来上级通知演习前报道的，